女人被绑的姿势太奇特，导致她脚底抽筋，于是不断祈求身边的男人放过自己。男人很淡定，不但没有放了女人的意思，甚至还一手拿斧一手拿凿，要像杀猪一样给女人的脑袋上凿个洞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男人的变态欲望。说干就干，男人拿着凿子对准了女人的脑袋，第一次砸偏了，失手的男人很不爽啊，于是第二下又砸偏了，男人很生气，强硬的掰住女人的头，固定在原处。此时女人越挣扎，男人越喜欢，但他才不管这些。第三锤下去了，又偏了，而且这次男人还砸伤了自己的手。这下男人彻底失去了耐心，对着女人的脑袋吭哧就是一锤子，直接把女人砸晕了。这下女人可算消停了。就在男人准备彻底了结女人时，突然门铃响了，男人立刻穿上衣服去查看，是一对老夫妇，说是找这家的主人。殊不知男人也是鸠占鹊巢啊，他心虚编了个理由将老夫妇搪塞了过去。可还没等他回到房间，就突然意识到不妥，如果这对老夫妇因为找不到这家的主人，到时候报警可就不好了，还不如斩草除根来的安心呢。于是男人将两人邀请进屋内，二话不说直接抡起锤子送这对老夫妇提前归了西。事后男人又害怕老夫妇停在门口的车会引起他人的怀疑，于是决定开到另一个地方。由于车技不咋地，在拐弯处他与一辆车相撞了，殊不知正是这一撞，男人的嚣张日子可算是到头了。因为对方的肇事司机怂哥曾经是一名警察，因为经常暴力审讯犯人被开除了个屁的了，现在他是一个皮条客。最近他手下的多名女孩都离奇失踪了，这些女孩失踪的原因都接待过同一个客人，而那人不是别人，就是这个变态杀人狂老愣。此时老愣还不知道，他刚刚打晕的女人也是怂哥手底下的。现在怂哥因为联系不上女人，正满胡同找他呢，结果好巧不巧遇上了老愣。起初怂哥没认出来，只是让老愣留个电话号码，方便以后商量撞车赔偿的事。可老愣怎么可能说出电话号码，只是不耐烦的说着：“哎哥，算了，不用赔了。”怂哥感觉这人是不是钱多烧的呀，赔偿都不要了。结果一个打量，竟然发现老愣身上有血。怂哥立刻联想起手底下女孩失踪时都接待过同一个客户，于是便按下对方的电话号打了过去。结果下一秒老愣的手机就响了，果然是他。老愣见状不妙，立刻弃车逃跑，怂哥也撒腿去追，两人你追我赶，终于怂哥更胜一筹，追上老愣，将他揍得鼻青脸肿，于是就想带他去警局。结果好巧不巧遇到一位巡逻警察，将两人以打架为由抓进了警局。怂哥自然是很不爽，我把你们抓嫌犯，你们竟然这么对我。而警察看着跋扈的怂哥，得知他是个皮条客，态度就更不好了，反而同情起老愣来。但好在一名小警察警惕，在供词中很快发现老愣在说谎，结果老愣很淡定，直接摊牌了，我杀人了啊，我不装了。这连环杀人犯抓住，自然是惊动了刑侦队的人，于是立刻将老愣带走了。然而经过一番询问，老愣连杀人手段都交代了，就是没交代尸体都埋在哪儿，这没有证据，自然也就定不了老愣的罪。12个小时之后，老愣就会被释放的。这时警局的狗头领导表示，老愣前后杀了12个人，不可能全埋在家里，而且老愣所居住的街道和后山很近，他肯定把尸体埋在后山了。于是狗头领导一声令下，全体刑侦队连夜冒雨在后山查找线索，可结果什么也没有啊。但与此同时，怂哥可没有受狗头领导的影响，他在老愣的车内找到了一把钥匙，于是派手下在整条街上挨家挨户的试，自己则去失踪的女人家里找到了他的小女儿带在身边，毕竟这么小的姑娘没人照顾是很危险的。果然就在怂哥刚接到小姑娘时，手下打来电话，说是用钥匙打开了一户人家的门，结果怂哥赶进去后一看，里面脏乱不堪，但很明显是有人居住的。怂哥立刻寻找失踪女人的踪迹，可房间内什么都没有。正当怂哥准备离开时，这里的主人回来了，一看到家里来人，主人撒腿就跑，怂哥和手下自然是紧追不舍，没一会儿就将主人抓住了。经过一番严刑拷打之后，怂哥得知主人和老愣曾经是狱友，而且老愣确实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，但最近已经搬走了，至于搬去哪儿，主人不知道。好不容易有了线索，结果没什么用，怂哥很生气。这时他无意间发现房子的墙面上全都是老愣画的女人被杀的绘画，漆黑黑乌压压，看得人心里很压抑啊。但好在这时主人告诉怂哥老愣前女友的联系方式，等怂哥找去，在前女友口中得知老愣因为没有男性功能，所以非常厌女，前女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离开了他。但至于老愣现在的住址，他也不知道。怂哥再次败兴而归，可就在他准备开车离开时，看到了因为母亲失踪眼中含泪的小姑娘，不由得心里一阵难过后悔。如果他不让失踪女人今天去接这个客人，他就不会失踪了。想到这里，怂哥暗暗发誓一定要找到证据，亲手结果老愣这个混蛋。可殊不知，此时在警局的老愣可以说是过得游刃有余啊，甚至还将警察耍得团团转。用杀猪的手法去杀人，你听说过吗？看看这个杀人犯是怎么出教程的吧。他先是假装嫖客，不断叫女人来家里，然后将女人绑架后，用杀猪使用的锤子和凿子将女人的脑袋开个大洞，这样他们就会瞬间死亡。然后杀人犯再将尸体挂下来，而这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，就是脚踝后的那块肌肉必须用刀割下来。这样做是为了把尸体内的血全部放出去，目的是血流光后尸体的重量会轻很多，这样杀人犯在后期分尸尸体时就会轻松很多。好家伙，还真是个变态呀！可尽管
管老楞将自己的杀人方式全部告诉了警察，但埋尸的地点他是一点也没透露，因为警察找不到证据，12个小时后自然会放了他。于是警局派出一部分人在外搜查尸体埋藏地点，另外还请来了一个犯罪心理专家，试图从心理上使得老楞破防。专家不愧是专家，只是看了几页老楞的报告就能看出他是性无能，因为不能从女人身上得到快感，所以老楞把杀人当作乐趣，从而寻找刺激感，而且专挑女人杀。专家的几句话成功引得老楞暴怒，可这些人很显然低估了老楞的变态手段。他为了延长警察找证据的时间，谎称自己把尸体埋在了一个雕刻厂内。果然警察们相信了，出动了全部警力开始挖掘尸体，可他们就算把地球挖穿也不可能挖到尸体啊。很快12个小时一到，老楞被释放的时间一到，只见他点了根烟，大摇大摆地走出了警局，甚至在回家路上他还轻而易举地摆脱了警察的跟踪。可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，此时的老楞家内，他原本打晕的女人清醒了过来，在看到老夫妇的尸体后，吓得差点没昏过去，但好在女人的心理素质挺好，很快就镇定了下来，并摸索到一块碎瓷砖，经过不停的摩擦，终于割断了绳子。就这样，女人很顺利的从老楞家逃了出去。大家猜一猜，她是会求救成功，还是会在半路上遇到正要回家的老楞呢？浑身是血的女人跑到便利店求救，说是有个男人要杀了她。老板娘见女人可怜，好心的帮她报了警，并让她先藏在里屋，等待警察的到来。可大家都知道，韩国警察一向是最准时的了，这受害者啥时候死了，他们一定会准时出现。殊不知这第一个来的就是女人口中的男人老楞。其实老楞并不知道女人藏在了这里，他只是路过来买烟的。结果好心的老板娘见老楞慈眉善目，人高马大，就将女人藏在这里的事情告诉了他，而且还提议让老楞在这里陪他们等警察。甚至这还不够，老板娘还给了怂哥一把锤子，让他驱赶坏人用。殊不知老板娘口中的坏人就在眼前呢。只见老楞关上店门，嘿嘿一笑，转眼就把老板娘敲死了。紧接着他走进屋内，看到了昏迷的女人，踢了2脚，发现女人没有反应，于是不耐烦的一锤子下去，女人彻底死翘翘了，鲜红刺目的血液溅了老楞一身，而他只觉得无比刺激。果然呢，这人死了，警察也来了，很快就包围了现场。而一直寻找女人的怂哥也来到了这里，在得知女人刚死后，内心无比后悔。他愤怒，为什么自己不早打死老楞啊？他愤怒，警察们为什么总是晚来一步？他愤怒，为什么明明知道老楞是凶手，警局却因为制度放了这个恶魔？晚上又是一个雨夜，怂哥习惯性的去老楞所在的街道晃悠。这时他抬头看到了教堂，忽然想起了老楞曾经画过的壁画，与教堂内的雕像非常相似。于是抱着试试的态度，他找到了负责人，果然得知老楞现如今所住房子的主人是名有才华的建筑师，而老楞曾经是建筑师的小伙计。教堂的十字架就是老楞做的，或许建筑师知道老楞住在哪里。最终得知建筑师家地址的怂哥找了过去，果然等怂哥怀着激动的心、颤抖的手，用之前老楞丢的钥匙成功打开了大门，结果恰好遇到了正要逃走的老楞。此时怂哥终于可以为在他手下工作的女孩们报仇了。最终互相搏斗的两人，怂哥更胜一筹。然而就在怂哥举起锤子要彻底了结这个恶魔时，此时不该出现的警察却出现了，他们拉住怂哥，再一次保护了罪犯。被按在地上的怂哥似乎看到了死去的女人，也似乎看到了韩国因为没有死刑，几十年后老楞刑满释放自由的样子。影片的最后，警察们在老楞居住的院子内足足找到了12具尸体。影片到此结束。相信大家也能看出来啊，《追击者》这部电影其实要表达的内涵是很讽刺的。不得不说呀，韩国电影在讲人性、揭露黑暗一面，一直都是很敢呐。Goodbye everyone。